iPhone 16E，不如去买 iPhone 16或者 iPhone 15。我们刚刚讨论完，还有很多观众的回复之后，我们发现苹果这次的定价策略真的是太强，让大家经过一阵纠结之后，反而去买更贵的 iPhone 16。那现在 iPhone 16E 刚刚推出，我们刚刚办公室也录完了一集 Podcast， 那3个人在激烈的讨论之后啊，还有很多观众针对我们的懒人包回复。那我们看到有非常多本来针对 iPhone SE 后继机种的买家后，本来就有在使用或家人在使用的人，在这个发表会之后呢，都转而去买 iPhone 16或者 iPhone 15。苹果这个定价策略、产品策略真的是让我脑洞大开，发现他们真的是有厉害的地方。因为今天不管这只手机叫什么，你怎么去定价，苹果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你去购买他们的产品。那今天你不论买的是哪一台、哪一个世代，只要这个策略或是这个发表会吸引到你的注意力，让你走进商店或是进他们的 Apple Store、Apple.com， 只要你愿意买其中的一台，他们就是赚到。那还不要去讨论啊，你使用苹果产品，它整个生态链系啊，背后的服务性产品，全部都是串联在一起。那我们今天就来解释对比 iPhone 16E 跟 iPhone 16，那也会讲到 iPhone 15到底怎么买更划算。那到底谁应该买 iPhone 16E， 或是你要买的应该锁定在什么时间购买，可能会比较适合你。那首先我们就直接先来讲 iPhone 16跟 16E 的差距。虽然都挂上这个16的数字 A18 的处理器，但差异真的还不小，不止硬体上面小，连软体功能都有另外的切割。那首先先讲萤幕，那解析度的地方基本上可以忽略，但萤幕的世代差异我觉得在使用上会比较明显。那16因为是新世代，它的亮度在标准情况下是1000尼特 ，HDR 情况下是1600尼特，那户外使用的峰值亮度可以到2000尼特。那这个你如果在户外拍照、露营、旅游的时候，你在萤幕观看上面自然会方便很多。那另外呢，它也增加了最低亮度在1尼特，那这可能你在暗处使用，在晚上在看手机的时候，它可以调得更暗。那但尽量不要在光源不好的时候看手机，会伤害你的眼睛。不过你对比上 iPhone 16E 的这个萤幕，就可以知道它是真的2个世代的差距。16E 标准的亮度就是800 ，HDR 到1200，那它也没有额外的户外峰值的亮度，所以你在户外旅游拍照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把萤幕调得更亮。那这个其实你有使用过前几代的 iPhone 应该都知道这个困扰，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就要认真考虑一下。那我们刚刚既然讲到户外拍照，那16除了多一颗超广角镜头之外，这颗镜头也能用来拍摄微距模式哦，而且这个是在数字系列上面首次提供拍摄微距模式的镜头。那当然多了一颗镜头，除了它本身拍摄这超广角微距这些用处之外呢，它在实际功能上面也带来不少的差距。像是你的人像模式，因为有多一颗镜头去运算嘛，你就可以在拍摄完之后事后去调整你要对焦的焦点。那这个也可以套用在拍摄影片上的电影级模式一样，可以事后调整。那2颗镜头并排啊，就有空间影像照片、空间影像影片。这个部分呢也是16独有，因为15也没有办法，16E也办不到。那拍摄这样的格式，就在你未来 VR 装置在使用的时候，它可以用这种比较3D 还原的方式去观看。那另外呢，在16的机身上面侧边多了一颗相机控制的按钮，这个有别于这个静音键变成多功能按键。那你可以说这个相机控制按钮可能你平常不太会去使用它，但是它毕竟就是在那边可以让你去做一些调整。那即使你在拍照的时候不会用这颗相机，它同时也可以用来启动这个 AI 的视觉辨识。未来呢，因为多了这颗按钮，它不只是按压感应、触控感应，它也会有更多的延伸功能出来。那不管未来多出什么功能啊，这些视觉辨识这些方便性来讲，未来16E就是没有办法去支援，因为它就是少这颗按钮，它可能要用额外的方式去开启这些功能。那在前面 Face ID 的地方，它这个就是刘海跟动态岛的差异。那其实除了视觉上面辨识度的差别之外呢，其实动态岛还是有一些软体功能，我觉得算蛮实用的，像是你的计时器的状态可以显示啊，它的时间剩下多少，那你点 Uber 或是 Uber Eats 的时候可以看到它的状态。那喜欢追比赛的人也可以随时看到你这个球队的比分，或是一些背后运行的 App 都可以看到它的状态，或是你快速去点开它都可以使用。这些我不会说是一定必要性的功能，但是它在平常的使用体验上面真的带来不少方便性。那动态岛从 iPhone 14 Pro 发表至今，它的功能也是不断在增加，很多的开发者增加不同的创意跟用法。那这些也是未来 iPhone 16E 不管怎么去更新它都没有办法得到的功能。那再我们看心脏的部分，虽然两者都是 A18 的处理器，那以苹果自己的说法啦，8GB 的记忆体是支援 AI 最基本的需求，所以我们应该讲 16E 是一样是有 8GB 记忆体。但你看 GPU 的核心16E 硬是少了一颗，自己本身没有玩太多强效的手游，那实际使用上的体验少了一颗，到底差距会多大？这个你就要去考量说你自己是不是这些重度手游的玩家，那你买16E 是否有这样的需求？那在充电功率上面也是有差异。我们先讲有线充电，那16它最高就可以支援到你使用30瓦的充电器啊。那其实苹果这个是峰值的充电，那苹果在它的充电速率上面控制是算偏向保守，所以你最高可以充到30瓦短暂的时间。在16E 的地方，它现在显示就最高只有到20瓦。那当然两只都是比较偏小型的手机啦。那以这个峰值充电的速率来讲，或许
整体下来，如果你今天没有特别去买一个30瓦比较高功率的这个充电器来讲，使用起来可能没有什么差距。但无线充电这个功率差距就比较大一点。那16它支援7.2的规格，那这是第一点哦，7.2可以支援到最高15瓦的无线充电。那从16背后也有 MagSafe 的磁圈在里面。那除了这个磁圈之外呢，它 MagSafe 有支援到第2世代。那现在看起来最高可以到20多瓦以上的无线充电。那这个当然是要搭配苹果自己官方有支援这个第2世代 MagSafe 的充电器。不管怎样，16E 呢，它在无线充电的地方就是只有支援7的第1世代的7.5瓦。这个不仅对比7.2就已经少了一，同时你又少了 MagSafe 的磁圈哦。即使你今天不用无线充电，这些额外这些充电配件，你可能都要再另外找这个有支援的壳，看副厂会不会充，你可以用来搭配。但不管怎么样啦，这个 MagSafe 第2世代的这个充电速率，你也是完全没有办法支援。所以7的15瓦没有，那7.2的20多瓦你也没有。那在入门手机会有一些阉割的功能，这某方面来讲我可以理解，但阉割掉 MagSafe 磁圈这一点，尤其对苹果长年以来已经在推广 MagSafe 生态链的周边，我有一点觉得不太合理，也很可惜。那我们刚其实 Podcast 有聊到，会不会苹果觉得说我 iPhone 16E 的续航就很好啊？那不用太去思考这些充电、无线充电的周边。那我们自己的想法是，除了可能阉割啊、省成本啊，还有做区隔之外，有没有一个更能说服我们的理由？像是增加 MagSafe 的磁圈，会不会对 C1 这个新的5G 晶片的收讯有影响？或是苹果在空间啊，还有电池做出的取舍，为了给我们更大的电池容量，少了 MagSafe 的磁圈？那这部分就看苹果是否会做出解释。那真的看下来，我觉得16E 如果要对比16上来讲，唯一的优势，那除了价格之外，就是它的续航比16好。那这一点当然我觉得放在平价手机来讲，以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算蛮重要，不管是给长辈或者小孩，因为有时候他们充电的环境不像我们可能在办公室随时会放在这个充电器上面。那以官方数据来讲，这个续航力好了大约15%，这个差距其实算是蛮可观的哦。但同时我们想回来，既然讲到这个苹果首款的5G 晶片，那是否完全只有带来优点？到底它的稳定性怎么样？收讯怎么样？这些都是要上手更多人使用后才会知道。因为有时候晶片这边它有良率的问题，尤其这种第1世代的产品，会不会有人拿到的收讯比较有问题，稳定性比较有问题？因为现在时代大家对这种第1世代的产品总是怕怕的。那价格上其实就是非常尴尬的点，虽然官方定价上面差了8000块，但对比我们上一支影片讲到外面经销商的价格，16现在又有更低的报价。因为这种已经出了快半年的手机，它的价格就是逐步在下降。那目前观众回报最低的价格 ，iPhone 16只比 iPhone 16E 贵了4300元左右。那会不会过几个星期，他们差价更小到3000多块？那到那个时候，可能就直接无脑选16了。那我们以现在的价格差距看起来，我们就讲4300元，大约$130左右，你得到多一颗镜头，更新世代的萤幕，亮度更高，动态岛的支援。那所有拍照模式的增加，电影级微距空间影像 ，A18 处理器多了一个 GPU 核心，超宽屏的晶片，更高的有线充电功率，更高的无线充电功率。那还有 MagSafe 配件的资源，那这样一只手都数不完它的差距。那唯一 iPhone 16妥协，可能就是续航稍微差一点，它少可以去测试这个新的 C1 5G 晶片这个新鲜感。那有人提到这个什么 DCHS。DPA 的这个差距，那这个东西在 iPhone 16E 上没有。那我们刚刚查 ChatGPT 的说法，他是说台湾电信商都已经升级到4、5G 之后，关于这一项的服务大致上都已经结束了。但如果观众有比较专业的或是更深入的资讯要跟我们分享，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所以这样听起来，这些功能性的差距，你觉得这个4000多块是不是值得你上去买到 iPhone 16？那其实我们刚刚 Podcast 也有聊到，很有趣，就是 iPhone 15。那现在经销商的定价价格其实跟 iPhone 16E 差不多哦，可能还可以找到稍微低一点的。它一样有 USB-C， 一样有多颗镜头。那有动态岛，有更好的萤幕，可能唯二的劣势啊，就是它还是使用 A16 处理器啊，所以自然不能支援 Apple Intelligence。那第二就是它续航力差距又更大，到底这两者对买平价手机的人来说会不会有差？所以目前价格看下来，其实15跟16 CP 值真的算蛮高。不过我们要考量到 iPhone 16E 在上市之后呢，可能也会因为这个市场的挤压，造成它的价格下降。通常在经销商会有比较多调降的空间。那如果降价的15跟16，它持续去挤压到下面的 iPhone 16E 价格，那我们可能很快会看到 iPhone 16E 的价格有调整。然后呢，如果你不急的人，那你又是锁定想要买 iPhone 16E 的人，等几个星期、几个月，看看它的价格是怎么变化，因为不可能上涨嘛。那我们自己的看法是，如果它降到2万块以下，大概在这1万9、2万的区间，拉出它和15、16的差距的话，那这个价格大约接近当年 S13顶规的这个价格。那这样看起来 iPhone 16E 就会是一个比较高 CP 的选项。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市场上的反应对这只手机的评价可能也会不一样。好，不管怎样，
我们都会下定一致，然后过来这边开箱跟大家分享。大家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啊，其他的想法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好，那听完我们上述这一些之后，你会不会像其他观众一样转而去买 iPhone 15或者是 iPhone 16？那我们蛮希望听到大家的想法，因为已经有很多观众跟我们这样讲，但当然也有观众觉得说，16E 是真的很好的选择，他就直接锁定买16E。那不管你有什么想法、什么原因，都可以在下面跟我们分享。那今天影片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拜。